嘿，大家好，我是尼克拉斯杨，祝各位天才新年快乐！感谢大家过去1年对我的大力支持。今天我就要给大家讲一个更加厉害的关于蜥蜴人的故事，是在圣经中有记载的，而且这是一个被灭口的秘密。1945年12月，埃及，当地有一个年轻人叫做穆罕默德·阿拉萨曼。当时他和村子里6、7个年轻人一大早牵着骆驼往沙漠里走。他们说去山里挖点肥料，但很有可能他们是要去盗墓。走着走着，他们来到一个地方叫做纳格哈马迪，这里有一个悬崖，下面有一个非常巨大的石头，非常突兀，好像不是自然产生的。于是他们就在这块大石头底下开始挖掘起来。挖着挖着，突然咔嚓一下，穆罕默德突然听到非常清脆的声音，土里出现了一堆罐子，红釉陶罐，罐子非常大，每一个都高60厘米，罐子口有黑色的物质覆盖，可能是密封的沥青。这42年后，穆罕默德接受采访的时候就回忆，当时我都吓坏了，我从没有见过这样的东西，我觉得里面可能有像神灯一样的精灵，但是我还是鼓起勇气，用镐头一下子就把罐子砸碎。当时罐子里突然喷出一阵黄烟，然后我们发现那破碎的罐子里面都是古代的纸莎草书。这些古书穆罕默德也看不懂，就把这些书给带回家了。后来就发生了普通人不敢想象的事件，穆罕默德的父亲不知道什么事，突然被另外一个部落的人杀害了。这复仇不共戴天，穆罕默德直接就抄起刀子，咔嚓一下把这个仇家给捅死了。I did kill him, and with my knife, I cut out his heart and ate it. 等他复仇回来之后，他就发现他妈妈就把他的古书都当柴火给烧了，就剩几本书了。这时候警察就过来抓他，一搜查就发现有很多古书。后来埃及文物局就来了，用250欧元的价格把这些书给收走了。1987年，荷兰古基督教学者吉尔斯·奎斯佩尔他说 Your discovery will change the mind of millions. 穆罕默德发现的罐子里究竟有什么秘密，可以改变数百万人的思想？难道这是人类的终极秘密？后来学者深入研究了这些书之后，他们才知道在地球上曾经有一大群人誓死捍卫这个秘密。在公元6世纪以后，欧洲发生了焚书坑儒事件，最后这些人都被教皇的十字军给灭口了，剩余的教徒被迫流亡，从欧洲经过土耳其、伊朗、阿富汗，最后到达昆仑山脉。他们在人迹罕至的雪山安营扎寨，并派使者继续向东前行，最后就进入了长安。南宋诗人陆游描写他们是妖幻邪人，诓惑良民。当时峨眉派的灭绝师太曾经说过，魔教妖孽，人人得而诛之。后来灭绝师太就带着6大门派围攻光明顶，准备诛灭魔教。这后面这段是倚天屠龙记，不过历史背景都是真的。这里的魔教也称为明教，就是从中亚传来的摩尼教，而这个摩尼教记载的秘密就是来自埃及穆罕默德挖掘出来的经文。这些经文来自古基督教的一个神秘组织，叫做诺斯替派。诺斯替在古希腊语的意思是智慧。他们的信仰维基百科上说可能来自于史前时代，因为他们信仰的这些智慧都太过惊悚了，所以不管是西域还是东方，都统称他们为魔教妖孽，异端邪说，必须人人得而诛之。他们的秘密不能让其他人类知道。为什么？因为他们在经文中写道，起初在伊甸园里，不是神创造了人类，而是蛇形蜥蜴人。太惊悚了，一般人接受不了。诺斯替派这种异端邪说有点像阴谋论，他们从各种史前传说还有远古经典里找到很多线索，最后形成了一套自己的远古蜥蜴人理论。真的假的不知道，但的确解释了旧约圣经中很多让人迷惑的事情，非常科幻。比如在旧约中提到了一种最高等级的天使，叫做炽天使，全身带火。米迦勒、加百利还有撒旦、路西法等等都是炽天使。
但不知道为什么他们出现的时候都要把自己的脸这么遮起来。在以赛亚书中写道，神的宝座上有2个炽天使侍卫，他们各有6个翅膀，用2个翅膀遮脸，2个翅膀遮脚，2个翅膀飞翔，就是这样子从这个黑暗中看你，非常神秘。为什么要遮住自己？诺斯替派就说他们是会飞的蛇形蜥蜴人，他们不想让人类知道自己的真面目，有点惊悚，但是他们说的不是没有根据。在旧约民数记里有一段非常奇怪的记载，就是神带领以色列人在旷野中行走了40年，非常奇怪，这40年里到底发生了什么事，记载非常少。但是呢，有一天以色列人受不了了，就开始向神和摩西抱怨干嘛把我们从埃及地里中带出来，在那里虽然是当奴隶，但是也有水和食物，现在大家看沙漠里什么都没有，我们都快饿死了。这神一听气的给你们脸不要脸于是神使火蛇进入百姓间，蛇就咬他们，以色列人中就死了很多。火蛇，这里的火蛇在希伯来语中念作 Seraph， 意思是会发火的蛇，但是这个词的复数叫做 Seraphim， 意思就是炽天使，它们都是同一个词 Seraph、Seraphim， 就像英语一样 Books 都是书只是数量不一样。炽天使出现的时候就是这么只露出一只眼睛。在埃及帝王谷的法老陵墓的壁画中，大家看这里，只露出眼睛的翅膀在法老的头上飞行，而且地上还爬着有个角的蛇形蜥蜴，难道这是伊甸园里的蛇？埃及法老认为自己是神的儿子，所以他们都打扮得像神一样。大家看埃及法老戴的这个帽子，这2边还有个突出，这是什么意思？这就是蛇头的样子法老觉得自己就像蛇一样的至高之神。在南美洲有一本记载玛雅神话的书，叫做 Popol Vuh， 是西班牙征服者翻译的。其中写道，在玛雅神话中，创造宇宙的神之一叫做 Tepulkukumas， 意思是主权与蛇，拥有至高的权力等等。那在旧约圣经中的至高之神，难道他们也是蛇的样子？这诺斯替的古经文中就解答了很多旧约中让人迷惑的问题。为什么神不让别人看到他的脸？为什么独一的神就他一个人总是说自己我们的？接下来请大家多多点赞订阅，加入我的 LINE 和群组。埃及神秘罐子里隐藏的惊悚秘密马上开始。起初世界一片混沌，一片黑暗，在黑暗的混沌中不断喷射出耀眼的光芒，这光叫做 Pistis， 信仰。有了信仰就产生了 Sophia， 智慧，于是信仰智慧 Pistis Sophia 就漂浮在水面上。听起来像宇宙第一个元老黑洞突然喷发出光，产生了意识，这就是神。然后这个世界就自然形成了2种力量，一个是光明之子 Sophia， 一个就是黑暗混沌的力量，叫什么名字不知道，就叫黑暗之子。在这之后，神 Sophia 就在宇宙中创造了一个 Archons， 古希腊语的意思是统治者。在古埃及有一个最神秘的法老，他们一家子都是长头星人，他的名字就是阿肯纳顿，阿肯纳顿，意思就是阿肯的仆人，神的仆人。这阿肯好像听起来是外星人阿肯人，所以宇宙中第一个生命就是神创造的阿肯统治者，他是雌雄同体。有一天，这个统治者阿肯突然有一个想法，想创造出更多的生命，于是他就生出来和他一样的6个天使。然后这个最高统治者就看这个世界都是他的，就开始变得傲慢，说我不需要任何人，我就是神，除了我没有其他的存在。这句话就让更高的创世神索菲亚听到了，神也就从光中出现说，你眼瞎了吧？未来将会有一个不朽的人按照你的形象出现，他会践踏你，就像捣碎那陶土一般。说完，索菲亚哗一下就回到光中了。之后，这7个统治者就创造了伊甸园和各种生物。伊甸园所有的植物和动物的 DNA 都是来自统治者一族。这些古书中写道，他们将他们的血倾到大地上，
从此以后，每一种植物都从大地上升起，包含着统治者和他们的天使的种子。之后，各样的野兽也是如此。电影《普罗米修斯》中的巨人喝下了药水，然后把自己的 DNA 溶解在水里，然后就创造了地球上的生命。这个桥段就是取自这里。在这之后，这个统治者还非常狂妄，就说我就是神，没有人在我之前存在。于是创世神索菲亚为了对抗统治者，就按照自己的形象将一滴光射到水中。突然水中就站起来一个人，是女性的身体，也是雌雄同体，叫做 Zoe， 后来被称为夏娃。他这个版本创造的顺序是不一样的，夏娃先创造的。这统治者一看，好，你造人，那我也造个人，可以为我们阿肯服务。于是呢，他就和其他大天使聚在一起，说我们要照着我们的形象，按照我们的样式造人。在这之后就写得非常科幻了，说从第一天开始，他们就按照自己的形象一次一个部分。最高统治者造了大脑和神经系统，然后又造了身体和其他的部分，最后把血肉组织都完成之后，他们发现这个人怎么不动啊？他虽然能呼吸，血液都在流动，但就是和植物人一样这么躺着，动也动不了，没有灵魂。于是这些统治者就觉得这个人就是一个没有灵魂的容器，没什么用。这时候咔一下，这个最高统治者阿肯突然想起来索菲亚神对他说的一句话，未来将有一个不朽的人将按照你的形象出现，他会践踏你，就像捣碎那陶土一般。这最高统治者想到这儿，突然心里这么一惊害怕这个人以后真的会模仿他，最后打败他们。于是就放弃了他造人的计划，把植物人亚当就抛弃在伊甸园里。亚当就在伊甸园里这么直挺挺的躺了40天。突然有一天，神索菲亚从光里出现，向亚当的鼻子里吹进了生命的气息。亚当咔一下就睁开了眼睛，慢慢站起来。Who am I？ 我是谁？这时候7位统治者就来到伊甸园里巡查，他们突然发现伊甸园里怎么有个奇怪的生物出现，还在地上行走。他们就感到非常恐慌，赶紧上前去这么一把抓住了这个亚当。这统治者直接就对着亚当体内的灵魂问道，你是谁？你从哪里来？亚当体内的这个灵魂就回答说，我来自于毁灭你们的力量。最高统治者这么一听就笑了，胡言乱语，那就看看谁更厉害。于是他就把亚当留在伊甸园了。这个最高统治者想和索菲亚一起打个赌，或者是争斗一下，看谁造的人厉害统治者们看亚当和夏娃在伊甸园里和野兽一样过着无知的野蛮生活，他们就轻蔑地笑了嘲笑这个创世神索菲亚，他们造的人也不过如此，都是些动物。于是这7位统治者就对亚当和夏娃说，园中所有树上的果子都可以吃，但是关于智慧之树，你们要控制自己，不要吃，如果你们吃了，你们就会死。亚当和夏娃这么一听吓得离智慧树远远的，不敢靠近。有一天，有一只野兽出现，它是伊甸园中所有生物中最聪明的生物，也就是传说中的 Old Serpent 老蛇。这个蛇是有腿的，很可能是这7个天使中的一个，后来就成为撒旦。于是呢，这个老蛇就对夏娃说，神对你们说了什么？是不是不要吃智慧之树的果实？夏娃说对而且连摸都不能摸呢。老蛇说，不要害怕，吃了这果实你也不会死，因为他们知道你吃了它，你的智慧就会变得清醒，你将变得和神一样，认识到邪恶和善良的区别。实际上那些统治者是出于嫉妒的原因才对你们这样说，免得你们吃了果实获得智慧。写到这儿就看出来，这个斯诺提派的元宇宙是把旧约圣经完全反过来了。老蛇撒旦是为了亚当和夏娃着想，想让他们获得智慧，这样他们就不用像野兽一样生活。而7位统治者他们是嫉妒的神，就是想阻止人类获得智慧，想让人类和野兽一样无知的生活。于是亚当夏娃就吃了这个智慧果实。突然奇怪的事情发生了，在犹太有一本古代经典叫做哈加达，记载了很多失传的故事，其中就写到，当时亚当夏娃身上长着一层角质状的硬皮，明如日光，
发出白色的光啊，穿在他们的身上就如闪亮的外套。当亚当和夏娃吃了智慧果实之后，这层角质皮就突然失去了光芒，一下子褪去了。这时候亚当和夏娃这么一看自己啊，怎么没穿衣服，怎么和野兽一样赤裸无知，所以啊，他们就无比羞愧。从这里看，亚当和夏娃很可能是一种会脱皮的另外一个版本的蜥蜴人。亚当和夏娃的心智已经被打开了，知道美丑，知道善恶。这时候统治者就来伊甸园去寻找亚当和夏娃。亚当和夏娃这么一看，吓了一跳。这书中就写了一个终极的秘密，当他们看到了他们的创造者时，他们开始厌恶他们，因为他们是野兽。亚当和夏娃他们非常清醒，就是这么写的，非常惊悚。亚当和夏娃看到这7位统治者长得像蛇一样的脸，还有狮子一样的头，这种描写就和玛雅的羽蛇神是一样的，蛇脸下面有一圈狮子鬃毛一样的羽毛。这就是为什么旧约圣经中炽天使叫做 Seraphim 火蛇，他们出现的时候用翅膀遮住自己的脸，就是不想让人类看到他们。神就说过，你不能看见我的面，因为人见我的面不能存活。这之后统治者就开始测试亚当，让他给动物起名字。亚当咔咔的龙蛇虎鹤豹一下子全起好了，高级人工智能。这些统治者一下都慌了，他们就聚集起来说，看那个人类他已经变成像我们一样知道了光明和黑暗的不同，如果他将来吃了生命之树的果实变成永生，他就会成为这世界的主人，他将会轻视我们以及我们所有的荣耀，他未来将鄙视我们和我们整个宇宙。来吧，让我们把他从伊甸园中赶出去，这样他们就不会知道这世界上还有比这更好的东西。于是统治者们就把亚当和夏娃从伊甸园里赶了出去。后来旧约圣经里的故事就是说，神后悔创造的人类，所以要发大洪水毁灭世界，然后又说要拯救诺亚和地球上的其他生物，就好像是一种光明和黑暗的争斗一种分裂的感觉。说到诺亚，在死海古卷的拉麦之书，我以前讲到，诺亚出生的时候全身的皮肤也是发光的，就和亚当和夏娃一样。他爸拉麦就觉得他是天使的孩子。然后旧约圣经里就记载了一个非常非常奇怪的故事，大家都不知道原因。就是诺亚从诺亚方舟出来的时候，有一天他喝醉了酒，光溜溜的身子躺在地上睡着了。他儿子韩就看到诺亚的裸体，就赶紧跑出去就告诉另外2个兄弟闪和雅弗，说什么不知道，没有任何记载，但是一定是非常重大的事件。另外2个儿子闪和福不敢看诺亚的身体就拿着衣服这么倒退着就把诺亚给盖了起来。诺亚醒来以后就特别暴怒就诅咒第一个看到身体的儿子韩，说你要做兄弟奴仆的奴仆。诺亚为什么这么暴怒没有人知道。有老师解释说，韩看到诺亚的身体之后做了不可言喻的事情。大家脑补一下，不太好解释，应该没有人的智商那么低要对他老父亲做那种事情所以呢，如果按照诺斯替派的解释就是诺亚一直隐藏着自己身上有蛇鳞一般会发光的皮肤，不想让人看见。他儿子看了以后他就非常暴怒。诺亚活了950岁，这也不是人类的寿命。刚才我们说到这些统治者的名字叫做 Arkans， 统治者，权力。在伊拉克出土的苏美尔王表中第一句话就是王权从天而降，也是统治者权力的意思。最后面就记载到这些王统治地球的时间是28800年，有的还是43200年。从这里看，苏美尔王表记载的不是人类的王，他们寿命没有这么长，其实记载的就是这些 Arkans 阿肯人炽天使。诺斯替派这种的惊悚的信仰并不是小众他们在公元2世纪的时候达到鼎盛，他们的主教 Valentinus 还准备竞选罗马教皇。当时如果他成了教皇，人类的历史就要改写了。当时他们这个派别的支持者非常多，从巴勒斯坦到欧洲一直到北非。罗马主教这么一看，这不行你们讲的跟我们的版本根本不一样妖孽。于是在罗马皇帝康斯坦丁的默许下，西元325年就宣布他们是异端邪说，魔教之人，人人得而诛之。于是就把他们都灭口了。逃跑的教徒就把他们最后的秘密装到了巨大的陶罐里，深深地埋藏在埃及沙漠之下。
诺斯替这个非常惊悚的故事啊，很可能是吸收了世界各地的远古传说，大家当同人故事听就可以了。好了，今天的节目就到此为止了，我们下期再见。嗨，最近大家在 LINE 上和群组中跟我聊得火热，有的朋友听了我的故事，直接买飞机票飞到埃及神庙考察了，太优秀了。很多朋友说要建立群组一起聊天，于是我就建立了这个群组啊，500人的 LINE 群组，也可以加我的个人 LINE 啊，咱们单独聊。大陆的朋友还有 WeChat 群组啊，找不到的话就可以私信告诉我哦。